专业专业。最高收入是哪一些人？就那个多。那个他们一天能有多少呢？我来到了中俄蒙三国交界的边境城市内蒙古的满洲里，它是中国最大的陆路口岸城市，面积约730多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15万。这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边境城市，除汉族外，还生活着蒙古族、回族等。因1901年中东铁路在此设站而渐渐发展起来，其经济以对俄贸易为主。阿树闯东北第44集，欢迎和我走进这座多元文化融合、充满异国情调的边境城市。3500。上市一个2间的还有。世界级驾车的旅客，请您扶好慢下，注意安全。咱们能看到啊，这些货车的车厢上写的是英文。旅客朋友，经过21小时的旅行生活，列车即将到达终点站。今天早上7点50啊，从海拉尔坐硬座的火车啊，经过2个小时左右，来到了边境城市满洲里。看身后的满洲里站，蒙文、英文还有中文啊3种语言的。现在来到的满洲里呢，它是一个这个三国交界的地方啊，中国还有俄罗斯跟蒙古国。我现在在火车站的这个天桥上往外看，看到这一幕啊，然后呢，我了解到满洲里口岸呢是中国最大的陆路口岸啊，而且呢，现在满洲里的话已经有接近20多条这个中欧班列开通了，这些货物箱啊，可能即将发往俄罗斯的。满洲里市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代管的县级市。1901年，作为西伯利亚大铁路支线的中东铁路在满洲里建立火车站，因是从俄国进入中国东北地区的第一站，并且呢，当时习惯称中国东北为满洲，因此得名满洲里站。满洲里火车站啊，感觉很有复古的美感。和绥芬河一样，满洲里也是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1895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获胜，马关条约签订，日本取得台湾、澎湖及辽东半岛。日本获得了辽东半岛的主权，此事严重威胁到了俄国意欲侵占中国东三省而取得远东不动港的战略意图，于是联合德法出面要求日本放弃辽东半岛及三国干涉还辽。日本最终妥协，归还了辽东半岛，于是有了在1896年清政府派李鸿章赴俄祝贺沙皇尼古拉2世加冕典礼期间签署的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简称中俄密约，其中商定了亲俄协防日本，并同意俄国通过黑龙江吉林修筑一条铁路，于是才有了后来的满洲里到绥芬河的中东铁路。中东铁路是俄罗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其中一段，它大大缩短了俄罗斯到达其远东地区的路程。如在这集视频中有介绍的那样，越来越多的俄国人、犹太人和其他国家的人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来到远东中国东北地区落地生根，满洲里逐渐发展起来。我们能看到国际候车室上面有蒙文、中文还有俄文。如果你有看我前面的视频的话，会知道我拍中东铁路从绥芬河就开始了，后来呢又去了牡丹江、哈尔滨啊，这些都是中东铁路的一个经停站啊。然后呢，它的这个起始站或者说终点站就是满洲里啊。我对中东铁路的历史，包括它的这个火车站的故事还挺感兴趣的。像咱们满洲里的话，旅游旺季是几月份6、7、8、9。哦。
大姐，您是哪里人啊？我们原籍是河北的。啊，原籍是河北的，也是闯关东过来的。那是我爸那个年代过来的。啊。我是在马德里的这个出生。以前是那个我爸就像现在的年轻人分配工作，上铁路上干活呗。完了分配到这头来。啊。说这地方没有人可少了。我爸是53年6月份吧分到这儿的。啊。那时候啥也没有，这地方也没有楼房，也没有啥，就有几个木头楞的，都老远一个一个。啊，98年是最好的时候，就是开始盖的。打那个杨主席在的时候，他上台的时候，他上台头一件事就开始整地要装。下面来看一下在满洲里住的房间。哦，一个大标间，看，电视机，还有桌子，还有2个椅子，一个小桌子哈。这个大房间是真的便宜啊！咱们东北这边到了淡季以后，你看像这么大一个标间，才47块钱。啊，有空调，有独立卫生间，而且特别宽敞啊。包括它这里是这个暖气片，也是用这种木栅栏围着的，就比较典雅啊。墙上还有一些壁画。这个是镜子，镜子后面是一个衣柜，把门关上。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是独立卫生间啊，这是马桶、热水器，还有这边是一次性的洗漱用品啊，洗手台。像这个房间，它旺季的时候可能。刚才那名司机说啊，这个200-300都拿不下来，打扮的要帅气，等一下出去偶遇一下俄罗斯美女。再来看一下哪一点帽子好看，这第1点，好看请扣1，这第2点，这是第3点，这第4点。满洲里让我想到之前去过的一座城市叫珲春啊，珲春接壤俄罗斯跟北朝鲜，所以那里的街道上的一些招牌啊，都是写着俄罗斯语、还有北朝鲜语和中文。像满洲里呢，它没有朝鲜语，朝鲜语置换成了蒙古文啊，所以在这里大街小巷的一个商铺招牌是写着俄文、中文还有蒙古文的。这是用俄文做宣传的哈，揽客。由此可见，这些小商品啊，瞄准的是俄国的顾客。今天满洲里的气温呢，这个早晚呢是零下17度啊，中午的话现在是零下9度啊。我感觉刚才在房间里感觉没那么冷啊，但是我出来我发现，因为这个风挺大的，然后吹在身上还挺冷的，所以我现在回去拿一个那个包头帽，还有一些这个防风的一些保暖的东西啊。对面的卢布里西餐厅是满洲里最有名的一家餐厅啊，这种美食榜单排名第1的。那么很多游客来到满洲里，这样想品尝一下这个传统俄国美食啊。OK。好，здравствуйте。啊。你好，здравствуйте。Thank you。我们来看一下菜单啊。卢布里西餐厅啊，创建于2002年，中俄蒙3国交界的满洲里。看一下，太阳包49块钱。这些沙拉，西兰花蛋香沙拉39块钱，贵州皇后沙拉39块钱，金枪鱼土豆沙拉40块钱，鸡肉火腿菠萝沙拉42块钱。这个是低温冷鲜鱼拼盘，小份68，大份128。沙皇10年咸鱼子酱加法棍。格陵兰红虾138块钱一份啊，鹅是传统冷肉拼盘58元小份，大份是98元。看一下他家的招牌啊，是这个冠军奶酪包，还有特色土豆片、乌克兰红菜汤，还有这边的炭烤俄式盘肠猪肉的，还有这个是阿塞拜疆烤肉串，还有这个盐焗俄罗斯生鱼碟
深海蝶鱼。你就会拍吗？拍完了。谢谢你啊！不客气，不客气。70岁了，老同学。老同学哈。对，70岁了，给我拍一个。我们住的出生的，从这出生的，70年了。就老人带有闯关东是上一辈的事儿啊，闯关东就爸爸那一辈闯关东来的。对。啊！祝你们喝得开心啊！好，谢谢。啊。这个是利比利亚黑猪肉串，特别的嫩，然后咱们可以配这个饼吃，蘸这个咱们家自己腌的俄罗斯的酸葱，特别的解腻。这是俄罗斯的白塔塔酱，它里面主要是奶油、奶酪和少许的生大蒜和在一起的，俄罗斯风味的。这是咱自己家做的甜辣酱，它有少许的辣酱、番茄酱，这个是酸酸甜甜辣辣的味道。谢谢。这个是深海盐焗蝶鱼，咱们这个做工比较简单，就是盐，然后撒完之后烤箱烤。这个大串是180克。这个盘子特别大，先尝一下这个，蘸一点这个是奶油，白色的。它这个外焦里嫩的哦，这个发现俄罗斯的这些叫店员嘛，还是特别配合的，就是不仅要就是做他们的工作，而且配合这个顾客各种拍照呀，然后摆拍姿势啊等等的。这个俄式的甜辣酱吧，它这个鱼肉是入口即化的，特别嫩，而且很顺滑。这份是深海蝶鱼啊，这个我吃不下，有点吃饱了。1月1月。你好。3月。3个月。3个月。I want to
be in Chinese. And что ж,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дорогие друзья. Мы понимаем, что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оставляет, английский,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оставляет желать лучшего, поэтому welcome to Манчжоули. Здесь можно будет разговаривать по-русски. Чтобы вышла красавица с черными бровями, но не вышла. Ура, ура.像这一条街啊，挺多那个俄式的西餐厅的。然后跟刚才的店员聊了一下，因为我去了不少的这个中俄边境城市，比如说珲春啊、绥芬河、黑河啊，像前面提到的城市很多的一个俄式西餐厅呢，已经不请演员做这种文艺表演了，因为他们的原话是说现在淡季嘛，这个生意不好，就是没有多余的钱请这些舞蹈演员啊。然后呢，满洲里的话呢，还是他说是为了保证这个顾客的体验，还是保持这些演出的节目啊。不过呢，这边我感觉，因为那家店是首屈一指的这个在满洲里的一个西餐厅嘛，所以它生意应该是还可以的，即便是淡季啊。如果它都不行的话，那其他店基本上很难做了。诶，这个路灯啊，这些光着身子的小孩啊，看着像俄罗斯人长相的小孩。咱们看一下对面那个像这个哥特式的一个建筑啊，它叫义乌商贸城啊，满洲里义乌商贸城。我们看到啊，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一个冰雪乐园的一个雕刻中啊。这一栋叫时代广场啊，不少是这个俄罗斯商品啊。这一卡车的这个雪啊，就是造雪机刚刚造出来的，它就挪到其他地方用作雪雕的一个原材料。我第一次看冰雕、雪雕是昨天在海拉尔，所以今天在满洲里看到这种如此大型的冰雕现场呢，我就没那么激动了。但是咱们可以看一下，我看用航拍看了一下，这个施工现场呢大概有100-200人吧。这里应该是在雕刻一个雪墙吧，就是一个冰雪城堡的一个外墙啊。你看，这又是一车的这个冰块。走在冰块上，这个就叫如履薄冰啊。
哦，我以为是去年储存的。这儿储存不了，为什么？没有那个设备。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大熊有多大，那名大叔在给他们的电锯加油啊！哎，师傅你好，用吹风筒这么做是什么目的呢？这个主要是为了让透明。哎，哇，这是啥时间拍的？这是拍视频的。还行，很漂亮。您戴了2个帽子啊？这顶上安全帽吗？南方屋里冷，外头也冷。他屋里没有这个暖气，嗯，它有点凉，屋里阴冷。这个干活的不一样，有的小工170的，有的200多、300多。最高收入是哪一些人？雕那个多。那个他们一天能有多少呢？700-800块钱。700-800。他们那些一般一年能做多长时间呢？40-50天。40-50天。像我身后的熊妈妈跟熊宝宝啊，真的在城市远远的位置就能看到了，因为他们还挺高的，花了很多的这个美工还有雕塑工人，5-6天、6-7天的一个时间才雕刻成的。就一块冰块有一个大床那么大。我听说是从河里面刚开槽拿过来的，不像海拉尔、哈尔滨那边，它是去年就开始储存这冰块了。而像满洲里呢，我刚刚跟工人了解了一下，他们说咱们这边用冰比较少啊，就是也没有这种可能比较复杂的储存条件啊什么的，所以这边都是现挖的。也因为它这里比哈尔滨纬度要更高嘛，所以它更冷。然后呢，这个河道结冰会更早一点，所以。是河道了，现在都结冰了。现在下午3点左右了，下起了小雪。离开了刚才冰雕、雪雕的施工现场，我就往前走了。然后我发现啊，这一路上有很多感觉挺有年代感的建筑啊。对面是满洲里俄蒙国际展览馆。现在我要去的地方是满洲里的套娃酒店，这是一个不是景点、盛世景点的地方。可能那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套娃了。就这一片像是满洲里城区的新区啊，感觉这些建筑楼好像都挺空的。然后往前就到万达广场、内蒙古大学、满洲里学院体育馆、体育场、套娃广场。俄罗斯运过来是什么呢？木材、化肥，就是这些东西。哦，还有煤炭。对。嗯。那咱们从国内运过俄罗斯的主要是什么呢？那就多了呗，就是说这个生活用品呗，服装鞋帽啥的，他大量进中国的，中国的便宜啊。他们清的几乎就没有。哦，我看他们还进口咱们中国的电车。哎呀，那可老多了。对，今年，哎呀，那个翻了好几番啊，300%的增长，进的中国车。这个景区是免费的哈。关了，这个一般是8月25号就关了。哦，因为8月25号就没什么游客了，是吧？对，就是哇，黄金季节。我天，这么大！来到他跟前，觉得比想象中还大。你看这个刚盖，没完工呢。新盖的哈。对，今年春天盖的，来年5一就能用了。哦，然后这个是已经早就盖好了的。对，这好几年了。这个旧的有多少层呢？咱们能看到这个套娃酒店建筑呢是已经竣工在使用了的，它总共17层，然后呢这个新建的比这个旧的还要高2层，更大，然后呢到明年才竣工哦。它身后还有一些这种
像教堂啊，像城堡一样的一些建筑啊，咱们进里面看一下。这还在施工的状态啊，一片狼藉啊！哇，这个好高呀，19层的一个套娃酒店啊。现在这个套娃建筑啊，我从外面看呢，它里面其实是钢筋混凝土的一个结构的，它只是外层呢，类似于套了一个这个钢丝做的一个套子啊，一个套娃的一个套子，用铁丝啊这种金属材料做的套子。这些施工工人啊，在忙碌着套娃酒店建筑的大门啊。那上面感觉已经是建好了的，下面还没弄好。垃圾桶也是套娃造型的。套娃广场啊，酒店门口停了好多车。哎，这个细细的雪花飞呀飞呀飞。哦，感觉里面金碧辉煌的，像这个俄国的皇宫一样。啊，两边有很多的这个文艺复兴的壁画，单吗？这个有点意思。哇塞！哦，你看电梯，哇塞，好漂亮这里！天啊，很科幻呀，特别科幻。你看，那椅子也是套娃的。啊，这还有一部分呢。哇塞！感觉像是俄国的一些宫廷人物的故事吧，历史故事啊。反正我看到这些，想到就是这个沙俄啊、沙皇帝国的一个影像。这个房间的价格啊，这里暖气好足啊。单人间啊490，双人间590，大床房590啊。最贵的贵宾套房是6888，豪华商务套房是1690啊。这个是淡季的价格，我感觉应该旺季能翻好几倍。酒店的前台，酒店里面在播放的应该是俄国的一些歌剧吧。刚才我问了一下前台啊，他说咱们酒店呢不评星级啊。然后就是一个主题酒店，就是套娃主题酒店，而且呢，它这里的价格啊，就是现在你看400-500块钱，到旺季的时候，也就是6、7、8月份的时候，要翻5、6倍，能够一间客房的话，可能3、4千起步。还没反应的，要刷卡才能进，最多能上到3楼啊。你看，这是一个圆形的走廊啊，都是分布着一些客房。里面的灯光不断变换着颜色啊，看人家客房的门也是这个造型呢，套娃的造型。这个是有17层的一个套娃酒店内部啊，很快呢，它将被另外它隔壁的一层19层的套娃酒店超越。而在套娃酒店的旁边就是一个收费的套娃主题乐园啊。然后现在已经停业了，因为你看空空荡荡的。像这些主题乐园啊，感觉只有夏天就是游客多一点的时候才营业。像现在的话，基本是处于一个停业的状态。但这些还是做这种暑期的这种旅游市场的，因为暑期学生出游啊，这里就是各种餐厅啊。
淡季是这样的，东北很多的一个景区都是门可罗雀的，50块钱游园费，连卫生间也是套娃造型的，一家3口。游客中心啊，上面是有蒙文、俄文和中文。哦，现在开始飘起一些小雪了，在套娃酒店正对面啊，感觉这里以后应该是挺多楼房的，酒店林立的感觉吧。房价啊，房价挺便宜。均价多少？2000、3000、4000？1000多、2000多。哦。那疫情时候那4万块钱就买一套房子。啊。现在涨点，也几万块钱，10万8万的。啊。电梯房吗？不是，就普通的。普通的啊。楼梯房。楼梯房，在咱们满洲里生活好不好？就是幸福指数高，生活各方面没有太大压力。啊。空气中国也算最好的地方。你找是那个就那一股清香味儿，草就刮出来的清香味儿，老好，夏天来都不想走。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人夸满洲里的夜景非常漂亮，甚至把这里的夜景跟这个上海南京路的黄浦江边的这个夜景做比较啊，甚至这里有一句流行的话叫“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都不如满洲里灯火辉煌。咱们待会儿5点半的时候，这个城市的灯光亮起了，咱们看看这个城市夜景有多漂亮。咱们看到现在4点半都没到，街上的一些灯光就亮起来了哈。咱们看到这些俄文招牌啊，就看看俄国顾客在中国主要消费些什么。比如说这个是服装店，买衣服的，还有按摩、足疗啊、修耳 SPA、俄式按摩啊，比较多的就是这些按摩养生店哈。烟酒、药房啊，像俄罗斯游客来中国，他们也挺喜欢在中国买药的。你像这些商铺，甚至中文都没有了，直接就是俄文啊。这些建筑都挺庞大，让我想到我在沈阳在吉林长春时候，就是参观伪满洲国皇宫啊，就看满洲国当年的一些街道的这些办公大楼的感觉。又是养生保健。这里是在满洲里的这个商业步行街上的一些小摊啊，卖苹果、卖橘子，还卖糖葫芦的。这里的叫卖声是整个城市我发现最热烈的地方啊，烤地瓜，然后卖这个红枣、核桃。以上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很开心你能看到这里。如果你觉得拍得不错，请记得帮我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哦，这对我是很大的支持。接下来我们一起在舒缓的音乐中欣赏7分钟的满洲里的唯美夜景吧。下期影片我们将探索满洲里的其他地方。感谢收看，我是阿树，我们下期见。